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荷兰兄弟咖啡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巴伦在菲尼克斯市的门店体验冲调饮品。荷兰兄弟公司因新奇饮品和活力员工吸引大量追随者和华尔街关注，业绩超过预期，股价上涨。而星巴克等同行表现不佳。公司由戴恩和特拉维斯·博尔玛创立，始于1992年，努力营造独特工作环境。下一条，印度加密货币交易所 WazirX 计划通过社交化损失，将最近安全漏洞造成的2.3亿美元损失分摊给所有客户，引发了当地加密社区的强烈反响。下一条，美国写字楼市场低迷加剧，借贷成本下降未能缓解其带来的痛苦。德意志银行增加了对美国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的拨备。Blackstone Inc. 的抵押信托基金削减了股息。纽约社区银行的股票大幅下跌，原因是其损失拨备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倍以上。让我们关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预计每年需3万亿美元新资本，但当前融资远远不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这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遇。让我们关注美联储官员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在下周做出暗示，因为稳健但放缓的就业市场面临风险。下一条，特朗普宣布若当选将大力支持加密货币，并计划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撤销 SEC 主席，成立加密货币咨询委员会。此前，特朗普曾对加密货币持批评态度，但近年来转而支持。接下来这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吸引2860万美国观众，创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夏季奥运会开幕式收视率最高纪录。接下来，特朗普在比特币大会上表示，美国必须主导加密货币领域，否则中国会主导。他承诺会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领导者，并实施比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更友好的监管政策。接下来这条，印度奥林匹克协会与信实基金会在巴黎奥运会开设印度馆，旨在推广印度文化并争取主办2036年奥运会。印度馆将提供一系列活动，包括虚拟旅游、板球比赛、文艺工作坊和传统美食。印度馆还设有运动员休息室，并有计划促进足球运动在印度的发展。下一条，干货车涨合约运价自2023年7月以来下降约 3% 至 5%， 而现货运价则上涨约 5% 至 6%。现货市场仍比合约运价有较大折扣，但随着投标季的临近，折扣正在缩小。合约运价指数衡量的是干货车运价，不包括中介服务商参与的合同。合约运价下降速度正在放缓，这表明承运人几乎没有降价空间。接下来这条，麦当劳为应对销售下滑，推出5美元套餐，销量有所回升。消费者寻求性价比，93%门店决定长期保留该优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认为，消费者对价值更加敏感，将以更低的价格来留住客户。下面这条，本周市场波动较大。美联储会议6月就业报告和逾1000家公司财报即将公布，主要股指不再超买，而是超卖。尽管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 2.6%， 但小盘股罗素指数上涨 3.5%。卡马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领跑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8%， 道琼斯指数小幅上涨。未来一周是第2季度最大的财报季，预计约1095家公司发布财报，包括微软、苹果、亚马逊和 Meta Platforms。 下一条，神佑比特币纪录片探究法定货币的弊端以及比特币作为更道德货币的优势。这部免费开源的影片由布莱恩和凯利·埃斯特斯制作，采访了迈克尔·瑟勒、罗伯特·清崎等专家，旨在向全球数十亿人普及比特币知识。下一条，日产汽车与本田汽车组建联盟，30汽车拟加入，合并销量超800万辆，共同研发电动汽车关键部件和人工智能汽车软件平台。最后这条是，吉姆·克雷默预测 NVIDIA、NASDAQ、NVDA 可能会成为一家市值达到10万亿美元的公司。原因是其在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优势、Q 代生态系统以及在网络和软件等领域的影响力。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